魏国，今天这雨跟瓢泼似的，你可得慢点开呀，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让叔放心，这条路线我开了20年了，什么天气没见过。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幼儿园要闭园了，我女儿还在等我。没问题，您坐稳了，都坐好了。曹队，公交车司机林卫国当场死亡，初步统计17人遇难，1人重伤，陈芊芊还在抢救。曹队，公交车记录仪完整，但只拍到侧翻瞬间，能看到林师傅最后在猛打方向盘。货车的记录仪是物理损坏，外壳有明显砸痕，不是撞击导致的，存储卡彻底损坏了。立刻查货车车主信息。曹队，爸呢？我接到通知就赶过来了。林静，节哀，你爸当场就没了。不可能，我爸开车走了，他怎么会出事？曹队，货车车主登记的是钱锋，不是司机徐进。徐进身份不明，刚才醒过一次，嘴里反复念叨：“不是我，刹车失灵，不是我。”话没说完就又昏迷了。重点排查货车车主钱锋。王副队，前锋下面的货车都是商会的财产，我会让他配合你做详细的调查，希望徐进的案子能尽快定性，别节外生枝。杨总放心，我一定尽快处理，绝不耽误。该说的你再跟王副队强调一遍。王副队，我跟徐进早就有摩擦，他之前威胁过要杀我，我那货车刹车老毛病了，一直没来得及修。那天发现车被偷了，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记录仪肯定是他偷车报复时砸坏的。好，我们会记录在案，你放心，我们会依法处理。杨总，徐进的资料都处理好了，天衣无缝。好，持续盯紧他，时刻关注他的一举一动，我要让徐振邦永远活在痛苦之中。明白，杨总，我会以顾问身份全程跟进。但是如果徐振邦强行带走徐进怎么办？我就是在逼他这样做，一旦他狗急跳墙，国内就再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不但城东项目，他在国内的所有生意都会被我吃下。记住，精神病院是你的战场，出任何差错，你知道后果。是。徐进，事故当天你为什么盗窃前锋的货车？是不是故意冲撞公交车？老实交代。是我故意撞的，所有人都是我杀的，别再折磨我了。杀人？你还杀了谁？王副队，我刚查过他的档案了，徐进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所杀的那些人现实中也根本不存在。我知道了，刚刚已经有专业的医师出具了鉴定，他是个精神病，你去休息吧，相信案子很快就能完结了。精神病？怎么会这样？他撞死了那么多人。我知道魏国的死让你很难受，但法律就是这样，我会帮你申请赔偿的。徐进幼年丧母，他的父亲又常年在国外做生意，相信不会吝啬的。法官大人，经详细鉴定，徐进患有重度反社会人格障碍，伴有妄想和记忆紊乱，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建议送往安定医院强行医疗。被告徐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大人，你也看到了，被告的妄想症状非常严重。肃静，本院采纳鉴定意见，认定徐进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因作案时精神失常，判决强制医疗，明日送往南江市安定医院。李医生，我查了你出具的这份病历上的医院，事实上徐进根本就没在那里住过，你在伪造证据。哼，林警官，注意你的身份和言辞，失去亲人不是你肆无忌惮
发泄情绪的理由。要知道，每个医院总有那么几个特殊的病人。救我！他要翻供，可是他为什么不明说？徐总，营救风险太大，不如走法律途径翻案，稳妥些。法律途径？小金被对方谋划许久，我们很难后发制人的。不过杨兵虽然早就布好了局，但是谁是猎人还不一定呢。不到陷阱边上转一圈，怎么让他相信咱们已经上钩了？振邦兄，听说你儿子疯了，不如让我试试。你知道的，我有国内最优秀的精神疾病医疗资源。你想要什么？城东那块地吗？不，我要你在国内的所有生意。你的胃口还真不小，是看着你儿子在精神病院待一辈子，连婚都结不了，还是付出一些对你来说不算多重要的项目？相信身为父亲的你应该想得清楚。对了，忘了告诉你，那是一种新药，涉及大脑最精细的地方，只有专门对应研发的药物才能治愈。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你可以先去调查，但那时候还能不能治愈就不好说了。成交，1星期后我要看到我儿子好转的消息，否则免谈。通知人手，组建营救小队，摸清精神病院的环境位置，小金一到就找机会动手。来我办公室一趟。你派人盯紧了安定精神病院，一旦发现徐振邦，立刻安排人跟上他，随时向我汇报。如果他有出国倾向，想办法留住他一时片刻，只要把事情闹大，等警方来就行。明白，杨总。我知道你妹妹当时也在那辆公交车上，好在她是唯一的幸存者。放心吧，我会请最好的医生给你妹妹看病的，包括她的医药费。前提是你一定把徐振邦给我拖住，坚持到警方赶来。医生，手术尽快收尾，我们得赶紧走。马上好，徐总。快逃，别回头，找机会出国。爸会找你。爸。谁？我不认识你。放开我！
你们回去盯着徐振邦，别让他跑了。徐进，我亲自处理。不认识我？哼！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妹妹陈芊芊现在才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车祸不是我做的，刹车失灵了，我也是受害者。我当然知道不是你做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巧？为什么？你这垃圾为什么不肯安安静静一个人去死？为什么还要拉我妹妹垫背？不是我。喊吧，没人会信一个精神病的话。你是徐进，涉嫌逃脱监管，危害公共安全，跟我们回安定医院。这半年来，我反复在看你之前记录的那些生活中的美好瞬间，真的好想你啊！爸，那个案子的卷宗我又看了很多遍。申请停职后，我进修了犯罪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要用我的方式找到答案。手续都办妥了，林静，你这半年变化很大，我知道劝不住你，但记住，你不是一个人。有任何发现、任何危险，第一时间联系我。曹队，谢谢。我只是去做一次专业的心理评估，仅此而已。这是给你准备的新身份的背景资料，从学历到职业经历全套可查。安定医院的监控系统我也做了优化，你的权限会比普通医生高一点，但是林警官，你这次是秘密任务，千万要小心。放心，我应该可以应付。哎呀，算了，咱们随时沟通吧。让大家伙等我消息吧。左转，刹车失灵，不是油门被卡住了。23床，该吃药了。徐进，醒醒，吃药了。唉，又来了，半年来经常做噩梦。不是我踩的。徐进，你没事吧？药，该吃药了是吧？今晚表现不错，早点睡吧。明天新来的心理医生要见你。心理医生？啊，姓林，林医生，听说呀很厉害，专治你这种情况。林医生？林医生，这是徐进的全部病历和治疗记录。我得提醒你，这个病人很特殊。特殊在哪儿？他是重度反社会人格，患有严重妄想和记忆紊乱。最关键的是，他极其擅长伪装。他每天服用利培酮和氯硝西泮，剂量不低，但脑电监测显示，他的 REM 睡眠期异常活跃，这不太正常。我们也发现了，按理说这种剂量的镇静剂应该能压制梦境活动，但他的潜意识好像在抵抗药物。林医生，徐进这个病例
有些特殊，他造成过极坏的社会影响，性格非常极端，所以各方都很关注他的治疗进展。各方？除了警方和家属，还有南疆商会慈善基金会。自从徐进进来之后，他们匿名捐了大批的医疗设备、药物和研究经费。商会也关注？他们说要有社会责任，而且还说做好事要低调，让我们不必大肆宣扬。哦，对了，他们派来的顾问医生就是李明。徐进身份特殊，各方关注是应该的。林医生，你是曹队长推荐来的，我信得过你。总之，小心点总没错。我明白。王主任，我现在可以去见我的病人了吗？坐吧，徐进，我是你的新心理医生，姓林。未来一段时间，我会负责你的治疗。林医生好。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吗？因为我杀了人，很多人，我罪有应得。你后悔吗？后悔。每天晚上，那些人的脸都会出现在我梦里，我想赎罪。他在说谎，但他想让我看出他在说谎。我看了你的卷宗，高架桥公交车事故造成17人死亡。你说你是因为恨那些人，制造了那起事故？是。但有个细节我不明白，行车记录仪显示，公交车在出事前30秒，有一个你曾猛打方向盘试图避开障碍物的画面。如果只是刹车失灵，那为什么要突然转向？我不记得了，可能是当时。现场勘查报告里，在公交车右前轮下方发现了一块不属于该车的金属碎片，形状像是一个什么零件。警方后来没有深入追查这个碎片，因为你的供词已经完整，证据链闭合。但我却觉得有些细节值得推敲。徐进，你猛打方向盘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到什么还是想到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又暗中调查了这个案子，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但所有的证据都完美的不像真的，就像有人提前写好了剧本，然后让你照着演。这个哪来的？我父亲在出事前3天，在下午交接班的时候，看到夕阳特别好，他就随手一拍。他平时就喜欢记录这些他认为的美好时刻。我在收拾他遗物时，在他手机相册里看到的。徐进，我现在问你，不是以医生的身份，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那起事故真的是你做的吗？林医生，我真的知错了，我愿意接受任何治疗，我想赎罪。我没来错。林医生，探视时间到了，徐进该回病房了。你要记住，是你对这个世界不满，是你希望他们消失。我没有，放开我！不，你有。你父亲家暴时，你当时在想什么？你母亲丢下你离开时，你又在想什么？徐进，你要记住，是这个世界先抛弃了你。你只是被动选择。什么？不要！现在，记住新的记忆，那场灾难，你父亲的对手就在对面。你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切。我错了，我不是梦，那些记忆太清晰了。可如果我被植入了记忆，那我是谁？我杀过的那些人，保姆、沈雨晴，那些也是假的吗？记住，是你杀了他，你恨他勾引你父亲。
那个是真的。脑电异常波动，快，准备镇静剂。他刚才好像在做噩梦。明天林医生来，得重点讨论这个病例。他的潜意识层太不稳定了，医院特别交代要看好这个病人，咱们可不能大意啊。特别交代。我已申请重新调查车祸案，全程保密，不走正规流程。林静已经入职精神病院，从徐进这条线索突破，他的记忆和动机都有疑点。你是侦察兵出身的，潜入公交公司，重点查一下那块现场碎片，是不是636路原装的零件，来源是什么？多跟老技工师傅打听，还有一些案发前后的异常。没问题。明天找临时工身份混入，不打草惊蛇。赵医生，徐进的精神状态，李明的诊断记录，需要你从专业角度分析，判断他是否被篡改记忆，药物有无问题。明白。医院的监控系统还需要你帮忙，找删除或篡改的记录。对了，还有李明的通讯痕迹。明白。你在里面比较敏感，稳住徐进，提防眼线，加密渠道联系。咱们各司其职，把其真相挖出来，给遇难者交代。这个林医生，他知道了，但他能信吗？23床，徐进，吃药了。等等，李医生，从今天起，他的理赔统计量增加5毫克，医嘱我已经开好了。这个增幅需要跟王主任或新来的林医生报备吗？我是他的主治医生，病情变化我最有发言权。他的脑电波数据显示，潜在的攻击性焦虑在回升，必须加强控制。执行吧。好的。学姐，你最近是不是梦到沈雨晴了？雨，下雨了，好大的雨，车在飞，左转，不，右转，砰！看到了吗？情绪极不稳定，记忆幻觉交错，加大剂量是正确的。好好休息，别想太多，想多了对你没好处。沈雨晴，这个李医生怎么会知道他？林医生去看徐进。是的，王主任，想做个跟进访谈。对了，李明医生调整了徐进的药量，增加了镇定剂。他说是依据最新的脑电数据，显示病人有躁动倾向。你访谈时留意一下他的状态，有什么发现及时沟通。调整药量？
什么时候的事？昨晚，李医生是主治顾问医生，在用药上有一定权限。不过你才是主要的心理评估师啊。我明白了，谢谢王主任。昨晚没睡好，吃了新药，睡得沉，但梦多。李医生调整了你的用药方案，说是为了稳定情绪。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挺好，就是脑子有时候更乱，像是有很多人在里面说话。还记得梦里大概是什么内容吗？人物、场景，或者让你特别在意的细节？记不清了，好像有车，有雨，还有女人的哭声。这些都是你潜意识里的碎片，有时候越是想分清，越是混在一起。我建议你下次再遇到这种混乱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立刻分辨，可以把它们先存起来，比如在心里默念几遍关键的画面或词语，或者停下。我今天就是例行问询，没有什么重要的。你回去后可以试着按照我说的方法，观察自己的梦境和情绪变化。没事，腿有点麻。测试今天是不清楚日期，林医生给了我这个，他说记录真实感受和记忆碎片，尤其是梦和情绪异常的时候。昨晚李医生加了药，他问我是不是梦到了沈雨晴，他在试探他为什么提沈雨晴。我记得杀了他，用到很多血，但我现在我不确定了。那个记忆的感觉很僵硬，像是别人贴在我脑子里的图片。那个车祸，我踩了刹车，车没停，刹车失灵了，所以我才打方向。这个动作记不清了。李医生的手感觉很熟悉，他一直戴着手套，看不清。我小时候总是梦见，或者说看见一只纤细的女人的手，还听到一个男人对我说：“记住，是你杀的。”是谁杀了谁？保姆还是……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你，林医生。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我脑子里的东西。据内部朋友传来消息，那个林静去你那儿是为了去年的案子。什么？难道案子要重启？林静的父亲是林卫国，你回去紧盯那个徐进，不能让他好起来，更不能让他想起来，但手段要干净。明白，只是我这边可能得再打点打点。基金会今天会再追加一笔捐赠设备经费。王继民是个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他不会找你麻烦，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是，记住，我不希望听到任何意外。请您放心。你就是老刘介绍来顶临时缺的那个？是，李主任您好，王耀明，您叫我小王就行。行，跟着吧。先说清楚啊，临时工按天算钱，管一顿午饭，主要是搬运、清扫地工具，眼睛放亮点。哎，明白，谢谢李主任。这是新来的临时工小王，老韩啊，你带他领套工牌手套，安排他去废料区先打扫。行，过来吧，就这儿，扫干净，废铁分类放筐里，垃圾请走。韩师傅、郑师傅，这儿没人吧？坐吧。小王，以前是干啥的？我以前在老家修车摊当过学徒，后来在物流仓库干搬运。小王，你可真勤快。一上午就没闲着啊！我这不也是想来学个手艺吗？等学会了，我就回老家开个修车店。不管学啥，先把自己的活干利索。是，张师傅说的对，我吃完了，顺手帮您扔了。好，谢了啊。第二段，我试着整理一下
从最早开始吧。我不记得父亲从什么时候突然就变得暴躁了，开始打我母亲。我记得声音闷响，母亲的哭声。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害怕的不敢说话，想着要是能回到更小的时候就好了。当时爸爸对妈妈特别好，是的，我开始恨他，我想要帮妈妈打他。母亲忍无可忍，自杀了。我唯一的依靠，她怎么也不要我了。那天之后，整个世界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她说我骨子里就有暴力的种子，然后问我，你想这样做吗？我害怕，我说不想，但她一遍遍地重复，用那种平静到可怕的语气。我明明看到门缝外一个戴着黑色手套的男人勒死了他，然后是沈雨晴。林医生，我知道你在等我提他。上次录音我含糊过去了，我说我记得我杀了他，但我没说的是我为什么从来没报过警。一个自以为是的阅读了大量犯罪心理学且常年精神状态稳定的人，记得自己杀了人却选择沉默，这听起来就很矛盾，对吗？我也曾问过自己无数次，答案不是害怕坐牢，而是我根本无法确信那是我做的。那段记忆里有刀，有血，有他的脸。又卡，这破玩意儿！老张，你这破手机都用了多少年了？该换一个了。换啥换呢？还能用，就是卡的慌。哎，出来了，你看我家萌萌上周幼儿园表演拍的。你看，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韩叔，郑叔，您这手机是不是内存满了？我帮您瞅瞅，我以前在老家也常帮邻居摆弄手机。你会弄这个？这里头可有我孙女的照片。老张，年轻人都懂这个，你让他帮你看看。盛叔您放心，我不乱动您的东西，就是清理垃圾，照片我不动。这就像咱们车间，东西堆太满，找什么都费劲儿，把这些没用的垃圾清掉，空间就腾出来了。来，郑叔，您试试。嘿嘿，真不卡嘞，好使了。可以啊，小王，有两下子。就是点小毛病。你也来一根，饭后一支烟，胜过活神仙。谢谢韩叔。昨天又加班检修了一批老车，还查得特别严。别提了，晦气，这半年来增加了多少工作量？还不是因为去年那档子晦气事儿。嘿，小王，你听说过那事儿没？高架桥那个，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听说了，是咱们公司的车。对，636路。是我疯了吗？啊？比起我是个杀人犯，更恐怖的是，我连自己是谁，做过什么，都不能相信。说车祸吧，高架桥，公交车，17个人，这是我记得最完整的罪行。我恨所有人，我有暴力倾向，所以我制造事故。这是我陈述了无数遍的供词，提到的碎片和行车记录仪，我的记忆里没有这些细节。我需要证据，实实在在的证据。林医生，帮帮我。黎明今天又提到了车祸现场的感觉，他说他要帮我确认细节。我装傻，说只记得一片红色。我回忆了杀死保姆的2个版本，版本 A 里我是凶手的版本，我手里的球杆触感是模糊的。版本 B 里戴黑色手套的男人是凶手，那个黑色的手套异常清晰。
林医生，这是我目前记忆中的所有碎片，希望能对真相有帮助。又卡，这破玩意儿！老张，你这破手机都用了多少年了？该换一个了。换啥换呢？还能用，就是卡的慌。哎，出来了，你看我家萌萌上周幼儿园表演拍的。你看，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韩叔，张叔，您这手机是不是内存满了？我帮您瞅瞅，我以前在老家也常帮邻居摆弄手机。你会弄这个？这里头可有我孙女的照片。老张，年轻人都懂这个，你让他帮你看看。尚叔您放心，我不乱动您的东西，就是清理垃圾，照片我不动。这就像咱们车间，东西堆太满，找什么都费劲儿，把这些没用的垃圾清掉，空间就腾出来了。来，张叔，您试试。嘿嘿，真不卡嘞，好使了。可以啊，小王，有2下子。就是点小毛病。你也来一根，饭后一支烟，胜过活神仙。谢谢韩叔。昨天又加班检修了一批老车，还查得特别严。别提了，晦气，这半年来增加了多少工作量？还不是因为去年那档子晦气事儿。嘿，小王，你听说过那事儿没？高架桥那个，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听说了，是咱们公司的车。对，636路。对，636路。那个杀千刀的，害得我们公司都跟着背锅，活没少干，检查严了，屁话还不让说。你说说，这跟我们下面干活的有啥关系？哎，就是啊，领导动嘴，咱们跑断腿。韩叔、张叔，你们先抽着，我回去把废料区再归置。去吧。韩叔、张叔，您2位经验丰富，帮我看看这个零件是干啥用的。前几天我去街上买配件，看到一起小车祸，围观了好多人。我看到路边有这个零件，就捡起来看看能安在什么地方。这是刹车助力泵上的卡扣，这东西按理说安装的很紧，跑起来震得再厉害，也不该自己掉啊。你看这儿，这裂口不像是正常行驶震断的，倒像是被工具撬过或者硬拧之后应力集中崩开的。您的意思是这东西是被人动过的？那要是它掉了，车会怎么样？刹车会变软，踩下去感觉没劲儿，反应慢半拍。要是车速快或者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那就悬了。这种卡扣要是路上掉了，10有8九是被人动过手脚。正常保养检修，谁也不会去碰它，除非什么？张叔，除非是有人存心使坏。你捡到这个的那场车祸，司机没事儿吧？好像就是2辆车追尾，人应该没事儿。人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尝尝今年的明前龙井，味道正。老周，你知道我现在喝不出滋味，我只想问那案子，我前几天递上去的东西。看了，国勇，你跟我多少年了？我信你的直觉，但你要动的不是一块石头，是一座山。南疆商会，那是挂了号的慈善模范，市里省里多少眼睛看着。他们手指缝里露出来的捐赠，能把这间茶楼买下100回。所以那17条人命就值这。正因如此，才更不能打草惊蛇。你的申请，我以内部线索初步核查的名义批了。记住，没有正式立案，没有专项组，没有经费报销。条件是什么？3条。第一，人你自己找，嘴要绝对严，出了事儿，你个人行为我不知情。第二，
所有调查线下进行，痕迹最少化，别再往内网里传任何东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直查事实，不要动人。在你拿到能一击致命的铁证之前，连灰尘都不要惊起来。一旦我发现你越线，或者对方有所察觉，这张纸我会亲自收回来，到时候你就安心去档案科喝茶吧。明白，谢谢周局。不，谢谢老周。茶要凉了，趁热喝吧，路还长，也得留着力气。这是徐进最近这几天的录音。都到齐了，长话短说，咱们这次碰头，只谈进展，不留记录。头队，咱们这几条线都动起来了，动静虽然不大，但久了难免有风声。上头怎么说？意思很明确，路给了，雷我们自己扛，没有增援，没有备份。我们拿出能一锤定音的铁证之前，行动必须保密。头队，压力最大的其实是你，我们心里有数。林警官，觉得这个徐进的话有几分可信？不确定，但他的困惑和逻辑矛盾非常真实，除非他是演技高超的疯子。我听到他一直在录音里维持这种复杂矛盾的自我剖析，如果是假的，那只能说明他水平真的很高。有道理。骗子往往会把故事编圆，把自己都骗糊涂了的，要么是真糊涂，要么就是遇到了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事情。原始音频我处理好了，去掉了环境底噪，增强了人声。赵医生，你先从医学角度听听。这不像是典型的精神分裂或多重人格障碍的音频表现。怎么说？在通常的多重人格障碍案例中，不同人格的声音特征、语调、用词习惯，甚至口音可能会有显著的差异，切换时也有可能有停顿或混乱。这个录音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声音基底，同一个人的思维流，区别在于思维的内容和情感驱动的逻辑。一部分录音充斥着被灌输的细节模糊但情绪强烈的犯罪记忆，例如他提到的杀保姆、杀神与情、制造车祸，描述方式带有明显的被告知和被迫认同的特征，情感是悬浮的，嫁接的愤怒和悔恨。而另一部分是他清醒时的自我分析，逻辑极其缜密，层层递进，对自己记忆的质疑精准地打在逻辑漏洞上。情感驱动是困惑、求真的渴望以及一种被困住的愤怒，这更像一个高智商者发现自己认知被篡改后的挣扎。像是一个壳和一个核。壳是别人强行套上去的犯罪人格，核呢是他原本的聪明的偏执的自我。现在这个核正在苏醒，试图挣脱那个壳。从技术分析看，录音环境单一，在病房，没有剪辑拼接的痕迹。声音压力指数显示，他在录音时处于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状态，并非表演性的情绪高涨。可以判断，这些内容是他独自一人的真实倾诉。所以你们的初步结论是，他可能经历了极端的精神操控和记忆植入，导致认知混乱。他原本的人格和智力基础非常强大，一直在觉醒或对抗。他描述的一只纤细的女人的手，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指向性很强，但是我们目前不能判断到底指向什么。还有车祸细节的矛盾，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徐静提供更多的外部线索，比如他父亲的、沈雨晴的，或者其他相关人员的。我正试着从外围查一下公交车公司的情况，我总感觉现场的那个零件不简单。我想试着能不能找到车祸的物理证据漏洞。我查一下专家库，看看李明这个人的来历，其他背后的慈善基金会具体是做什么的。那我保持对医院系统的监控，特别是李明的行动轨迹和通信记录，如果能抓到把柄最好。好，我们分头行动，下次见面交换信息，一切小心。最近怎么样？睡眠还好吗？不太好。李明医生加大了药量，吃的药还能想办法，但每周2次的针剂没办法，打完以后脑子像被蒙了一层雾，很久都散不掉。林医生，我最近回忆那些碎片越来越吃力了。好，我记着了，你放心，我来想办法。咱们先开始今天治疗吧。上次的录音里你提到了许多的困惑，今天我们先不说那些记忆内容，说说感觉。车祸发生前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比如听到过什么异常的声音？有一个电话，沈雨晴。沈雨晴？你的前女友？车祸前几天，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我没存，但显示是他老家的区号。我接了，声音是他的，我认得，但是感觉不太对。你们约在哪里见面？他说公交场站那边吧，他说的很自然，可是我和他从来就没去过公交场站这种偏僻的地方。所以你当时就觉得不对？我是不是产生了幻觉，或者是他的魂魄来找我？我害怕极了，电话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挂断的电话。然后你去了？去了，我想验证我是不是真的病得这么重，连死人的声音都能幻想出来。我开车去了那个公交场站，等了快1个小时，什么都没等到，只有公交车在进进出出。然后我好像忘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而且接下来几天的状态好像都不太好。直到前几天我看到了你给我的那张照片，我才想起来。父亲拍下照片是在车祸的3天前，这个电话也发生在那几天，这也太巧合了。电话里除了觉得声音不对，还有别的异常吗？背景音有吗？好像有很小的滋滋声，好像有很小的滋滋声，但我不确定。当时我脑子很乱。徐静，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用不正常的语气约你去一个你们从没去过的地方，这本身就极不正常，这很可能不是你的幻觉。不是幻觉，那是什么？我怀疑是有人想把你引到那个地方，目的嘛，暂时还不清楚。沈雨晴是怎么死的？我用刀，很多血，没有人看到。有人见过尸体吗？报过警吗？我不知道，那段记忆里只有我杀人。害怕的不行，其他的我不记得了。一个大学生失踪或死亡不可能毫无波澜的。
好了，今天先到这里，别让自己大脑累着，好好休息。下次我们聊聊你的驾驶习惯，很日常的话题。排班表被撕了。何广顺、严茂林、张发财，技术扎实，任劳任怨。韩叔、张叔，我昨天整理工具房，看到以前的光荣榜照片，有几个老师傅看着真精神，技术标兵呢，怎么现在都不在车间里了呀？是退休了还是调走了？老何、老严和老张去年都退了，老严和老张是正常到点退的，老何嘛，听说家里添了孙子，没人照看，提前办了内退，回老家了。老师傅退了，才轮到你们年轻人顶上嘛。我们这些老骨头啊，也该早点退了，给你们腾地方不是？张叔、韩叔，您二位可别这么说，我这刚摸着点门道，还指望着跟着您二位多学几年呢。行啊，那下午我可要考考你，看你最近有没有偷懒儿。韩叔，那您可得手下留情啊！提前退休，人不见了，这个何广顺有问题，得赶紧告诉曹队。对，需要你帮忙查个人。什么人？沈雨晴，徐静的亲命。徐静说在大学里杀了他，但他在车祸前几天接到了自称沈雨晴的鬼电话，把他引到了公交场站。你怀疑这电话有问题？不是怀疑，是确定电话里的声音和他们要去的地方都很奇怪。我怀疑有人冒充沈雨晴，故意引诱徐静出现在案发相关地点。我需要知道沈雨晴的真实相貌。好，我来查。不过林静啊，你刚进精神病院时间不长，就已经认定徐静不是凶手了。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多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曹队，我感觉沈雨晴可能是撕开这道口子的关键。你说的对，总之一切小心。说。曹队，我马上到，重要发现，5分钟。好，我们在河边石阶附近等你。曹队，林警官，我查到了关键信息。慢慢说，别急。我假装在街边捡到这个，请车间的师傅们看过，他们很肯定地说，这玩意儿正常情况下绝对不可能自己脱落，除非是有人故意松动或者硬撬过。这是刹车部件。对，更重要的是，我去查了去年9月份的维修排班表，发现那一页被人为撕掉了。但在旧档案里，我翻到了一个叫何广顺的名字，去年突然提前退休，说是回老家带孙子去了。何广顺，看来这个人很关键。你继续盯着车间，别打草惊蛇。我马上查他的底细和去向。明白。另外，我怀疑这件事背后还有人。这条线越来越清晰了。曹队，看来我们要多线并进了。没错，沈雨晴、何广顺、李明，这些点必须尽快连起来。林静，你继续稳住徐进，耀明继续潜伏观察，保持联系。林医生，李医生的用药方案确实比常规剂量高一些，但也提交了详细的脑电监测报告和风险评估，程序上是合规的。而且他是基金会特别指派的顾问，你也知道，院里很多新设备、研究经费，甚至一些紧缺药物，都是他通过基金会协调来的。没有确凿证据，我很难直接否决他的治疗方案呢。如果用药过度导致病人认知功能永久性损伤，这责任谁来负？我明白你的担忧。这样，你再和李医生沟通一次，以主治心理医生的身份提出你的专业意见，但态度尽量委婉些。李医生，关于徐静的用药，我认为目前的剂量对他的认知功能抑制过强，不利于我做心理干预和病情评估，能否考虑调整？林医生，我是根据他最新的脑电波数据、攻击性风险评估以及防止自残的必要性，综合判断后调整的剂量。你是心理医生，专注于谈话治疗就好，药理和生理监护是我的专业范畴。但他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功能下降是明显的。精神病人的主观感受往往具有欺骗性和病态性。林医生，你不会是被病人的伪装影响了吧？还是说，你对这个特殊的病人投入了
过多的个人情感。哼！对了，鉴于徐进病情复杂，治疗进入平台期，我已经申请并获准，于明天下午召开一次针对他的多学科专家会诊。林医生作为他的主治心理医生，也请准时参加。专家会诊？是的，为了给患者负责，我们需要更权威、更全面的评估，来确定下一步的强化治疗方案。果然呢，沈雨晴在2015年1月就离开了中国，直到现在都没回来。2015年9月，他根本不在国内。沈未死，12年出国，15年1月后未归，电话系伪造无疑。沈雨晴还活着，人在国外。这么说来，徐进关于杀死前女友的那段记忆根本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绝非简单的记忆错乱，更像是被人精心植入的犯罪片段。难道和那双手的主人有关？这个城市不仅洗刷了徐进一向莫须有的罪行，更关键的是，它证明了记忆植入的可能性。这幕后的人为了构陷他手段竟如此周密，他们甚至能搞到沈雨晴的声音样本进行伪造。他们费尽心思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啊？这个消息必须尽快告诉徐进，这不仅能够瓦解他一部分罪恶感，更是撕开真相裂缝的关键。我的思路也必须更加清晰，所有的线索、虚假记忆、沈雨晴电话、驾驶习惯矛盾、里面用药，必须串联起来，才能够精准引导徐进，唤醒他大脑深处被掩藏的真实碎片。还有徐进提到的用药问题，李明今天在会诊上恐怕又会有所新动作，先去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患者徐进的暴力倾向与病理性记忆已固化成顽固的神经回路，现有药物仅能压制表象。我建议在现有方案基础上，引入每周2次的改良电休克治疗，直接干预其错误的认知内核。电休克？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改良电休克是一种可考虑的重启手段。我赞同，别的办法都没用。电休克虽然激进，但或许能重置他脑子里那些带着强烈情绪的病态记忆，先把这最顽固的环节打掉，后面的治疗才好开展。这是有创干预，是否需要监护人同意？王主任，徐进是强制医疗患者，根据规定，医院有权基于专业判断实施必要的治疗。今天的会诊就是履行这一过程，我们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确保安全。这是为他好，也是为消除社会风险。程序合规，方案必要，那就按李医生的方案准备吧。我需要时间评估电休克干预后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制定后续方案。当然，治疗下周开始，在此之前，林医生可继续常规谈话。李明以治疗需要为名，下周起要给徐进实施改良电休克治疗，同时加大镇定药物剂量。他这是要把徐进彻底控制，甚至毁掉他的认知能力。电休克，那不是风险很大吗？能不能想办法拖延啊？院内治疗流程严密，贸然干预不仅容易被发现，还有可能让李明有借口采取更激进的强制措施。我怎么说也是个持证医师，明天我去会一会那个李明。我找徐进，我是他表舅，他爸在国外忙得脚大后脑勺，托我过来看看孩子。这孩子命苦啊，妈走得早，爹也不管。这位家属，请问你找徐进有什么事儿？我看见小进的主治医生，了解一下小进最近的身体情况。李医生是吧？哎呀，可算见到管事儿的了。我外甥最近打电话，不是，是托梦。托梦跟我说头晕没劲儿，记不住事儿。我看了你们给的药单子，这都用的是啥药啊？这剂量我看着都心慌。我是学兽医，不是，是学过点医的。这联合用药这么大剂量，
对肝肾功能、对神经系统没影响吗？这好比给一台精密仪器里灌水泥呀，人是会安静了，可脑子也糊住了。你们这是治病还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这是徐进从哪儿请来的救兵啊？玩得挺花呀！先生，精神疾病的治疗需要足量足疗程，这些药物是国际指南推荐的。指南也得看个体差异啊。我外甥脑电图啥样，血药浓度监测数据呢？你们光加量，不看看他身体吃不吃得消？哦，对了，他最近体重掉没掉？肝功能指标呢？你们这些数据敢不敢给我这家属看看？这些是医疗隐私，不能随意给家属看。治疗方案没有问题。隐私？我是他舅，他爸爸委托我全权负责，你不给我看，是不是心里有鬼？是不是乱用药？我要投诉，找卫健委，找媒体。我外甥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今天不给我个说法，我就不走了。大家评评理呀，哪有这样对待病人的？行，那我信你们一回。不过我得先看看我大外甥去，这可是专门给他带的补脑的。小进呐，看你这脸色，受苦了。你爸忙顾不上你，就来看看你，别怕，好好配合医生治疗，该吃的药也得好好吃啊。有啥不舒服，记得跟医生说，也可以托人告诉舅。谢谢，表舅。好好休息。谢谢，表舅，还有你们。今天天气不错啊。说起来，我考驾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半坡起步，总是熄火。半坡起步，关键是油离配合，离合慢放，同时给油。你车开得怎么样？拿驾照很多年了吧？大学就拿了，平时开的不多，但还算熟练。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车，你会怎么做？看情况吧，如果是自动挡，直接大力踩死刹车就行。我自己的车是手动挡，我会先快速下离合，同时右脚全力踩刹车，这样能尽快把车刹停，避免发动机熄火。那么，在你的记忆里，高架桥上公交车失控即将撞上对面车流的那一刻，你的脚是怎么动的？我记得是，我是左脚猛踩离合器，右脚同时死命踩刹车，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所以在你的记忆版本里，你的操作是完全符合你个人驾驶习惯的，是合理的。但是徐进，你之前告诉我，你平时开车遇到急刹是挂空档，直接踩刹车。不，我刚才说的是踩离合，不对，我平时是挂空档。冷静下来，徐进，不要想应该怎么做，去想你实际长期是怎么做的。当你开车遇到红灯或者前方有情况，你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踩离合还是挂空档？是空档，我习惯挂空档，然后踩刹车。所以，一个拥有挂空档踩刹车习惯的人，在生死关头，竟然完美的做出了自己并不常用的踩离合刹车标准操作，这合理吗？不合理。那段时间的记忆太乱了，像是人捣乱种苹果一样。这跟你之前在法庭上的供词完全不一样，矛盾的地方太多。这个矛盾和沈雨晴的电话一样，都是刺破虚假记忆的针。徐进，再坚持一下，找回真相。
倩倩，等久了。哥，没等多久，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以后定期复查就行了。走吧，回家。哥，你瘦了好多，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给我挣医药费，还一直照顾我。说什么傻话？你是我妹妹，这都是我该做的。哥，你这半年都在忙什么呀？每次看你到医院都来去匆匆的。我接了个保密级别比较高的科研项目，签了严格的保密协议，细节不方便对外透露，工作地点也不固定，经常要出差到外地。那你好厉害呀，哥！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倩倩，记住，如果有人问起我，不管是邻居、以前的同学朋友，还是其他什么人，你都说我出差了，暂时联系不上，别的什么都别多说，明白吗？为什么呀，哥？你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没有，就是为了项目保密，规矩特别严。你也知道，有些科研项目本身就比较敏感，听话，照我说的做。我知道了，哥，我一定不跟任何人乱讲。对了，倩倩，家里我请了钟点工阿姨，会定时来打扫卫生、做饭，你只需要安心休养，按时做康复训练，把身体彻底养好。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来想办法。我就送你到这儿，我还有事儿，以后有事儿你就给我发加密邮箱，就是之前告诉你的那个，非紧急情况别给我打电话。好，哥，那你路上小心，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活着真好，哥，你为了我那么辛苦，我要快点好起来，不能拖累你。又过去了一天，林医生今天没有来，他在做什么？不知道有什么进展了。如果一切是假的，那我这几年背着的罪孽和梦魇算什么？我希望是假的，我宁愿自己是个被利用的傻瓜。又在监视我，哼！已经有人开始害怕了。沈雨晴女士，你好，我是中国南江市公安局刑警曹国勇，警号557763。我们正在调查一宗案件，发现有人可能冒充你的身份信息或声音，因此需要向你核实一些信息，这对于查明真相非常重要。冒用我的身份？曹警官，我和国内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尤其是和徐静有关的一切，我早就不想再提了。我不知道能帮到你什么。沈女士，请理解，这与你的个人隐私和安全息息相关。我们只需要你回忆一下具体信息。在2015年，特别是9月份左右，你是否接过任何可疑的电话，比如冒充客服、快递，或者任何听起来不正常的陌生来电？2015年的9月，那时候我应该刚找到工作不久，挺忙的。奇怪的电话呀，好像是有一个，我想起来了，大概就是在9月初，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显示是国内的号码，但声音很奇怪，说是什么购物平台的客服，说我的账户有异常，要核对信息。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我先是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诈骗电话，最后骂了一句神经病就挂掉了。这跟你们的案子有关？沈女士，你能不能再仔细想想，那个电话里还有没有让你做什么？没有，就是很生硬的念台词，让我提供身份信息核对。我先是很配合，可很快我就发觉了不对劲，立刻就挂了。前后可能也就不到1分钟吧。好的，非常感谢你，沈女士，这个信息对我们非常重要。另外，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不干扰你的生活，请暂时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们这次通话，包括你的家人和朋友。好的，我明白。
2015年9月5日左右，冒充客服的骚扰电话。沈雨晴说了几句话，最后骂了一句神经病就挂了。然后几天后，徐进就接到沈雨晴声音的诡异电话，把他引到了公交场站。有人先给沈雨晴打骚扰电话，目的是获取并录制他真实的或者是带有情绪的声音样本。2，利用技术手段声音合成或模仿，伪造出沈雨晴的声音，给徐进打电话。3，引诱徐进出现在特定地点，制造嫌疑。这肯定不是临时起意，这是有预谋的构陷。已联系沈，确认2015年9月5日前后接冒充假客服骚扰电话，对方的目的是获取其声音样本。案件定性，有预谋构陷。司机往左打方向盘，然后旁边轿车也左偏，然后司机师傅好像更慌了，立刻又往右猛打方向盘，想躲开，可旁边那辆小轿车竟然也跟着往右打方向，就像两辆车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一样，一起往右边忽然冲过去。小轿车后来好像刹住了，车慢忽然停住了。我们的公交车因为路太滑，加上速度可能很快，司机因为刹车也没用，车子失控侧翻，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陈小姐，你描述的非常详细，尤其是两辆车同步偏移这个细节很关键。不过我查阅过你当初在医院醒来后做的第一次笔录，在那份笔录里，你提到的顺序是小轿车先突然变道，公交车为了避让才左打方向，然后两车碰撞失控。但你刚才说的公交车先左打，轿车随之反应，顺序是相反的。反的？我是那么说的吗？是的，这并不奇怪，陈小姐。人在经历重大创伤后，记忆往往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刚苏醒时，大脑还在恢复期，很容易出现时序混乱、细节混淆的情况。医生当时也提醒过我们，你的短期记忆和事件顺序感可能不太稳定。是这样吗，林警官？那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创伤记忆本身就可能存在多个版本，这不代表你在说谎，只是大脑在尝试拼凑碎片。你今天提供的这个版本对我很有帮助，谢谢你的配合。没什么，应该的。对了，你哥哥承诺呢，为了你能醒来到处借钱，我们也只能尽力帮助。听说他在网上众筹才凑够了医药费。是的，哥哥为了我做的太多了。哥哥说他出差了，有时候会不太方便联系。那你多保重，有需要再联系。芊芊，对不起，哥哥做的有些事不能让你知道，但哥哥都是为了你，哥哥一定要给你讨一个公道，快了就快了。陈芊芊，636路车祸唯一的幸存者，已经出院了。我们重启调查，他这个亲历者的证词至关重要，我再找他详细了解一下情况。他恢复的怎么样？我记得他伤得很重。生理上恢复的不错，但心理创伤肯定有。他昏迷了将近2个月，醒来后精神状态极其不稳定，记忆也断断续续的。当时做笔录主要是为了确认身份和基本事实，医生不建议我们进行高强度、重复性的询问，怕引发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或者记忆混乱。现在过去一段时间了，他身体和情绪都稳定多了，或许能想起更多细节。有道理，我之前没接触过他，正好这次跟你一起去。他出院后好像搬了家，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登记的地址是空的，电话也联系不上，可能换了。我这2天一直在派人找租赁的备案，才找到他现在的位置，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小区里，应该是他哥哥陈默给他安排的。陈默这么谨慎，可能是想让他远离是非，好好休养吧。不管怎么样，地址找到了，咱们这就过去。一会儿你来问，我来做笔录，我怕小女孩有压力。好。谁呀？陈芊芊女士吗？你好，我是市公安局的曹国勇。去年你在医院醒来时，我们见过，我给你做过笔录。关于636路车祸的案子，有些新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陈小姐，看样子恢复的不错，这是好事啊。这位是林静，
也是我们局的同事，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调查。陈小姐，别紧张，我们重启了这个案子的调查，发现一些新的疑点。你是最重要的亲历者，你的记忆对我们理清真相非常关键，所以可能需要你再辛苦一次，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尽可能详细的回忆一遍。我知道的所有信息，之前都跟您说过了。我知道，但过去一段时间，有时候冷静下来再回忆，可能会想起一些当时忽略的细节，就像是拼图一样，多一块是一块。今天让林警官也一起听听，他从不同角度分析，也许能有新的发现。陈小姐，我父亲林卫国是那天的司机。林警官，对不起，我不用说对不起。我们今天来不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寻求安慰的，而是以调查者的身份，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真相。你能够再给我们讲讲那天的事吗？就像讲故事一样，从出门开始，到出事，再到醒来，越详细越好。任何微小的感觉、画面、声音都不要漏掉。那天是下午，我去城东面试了一份工作，感觉挺有希望的，心情特别好。回来的路上经过商场，就进去买了一件新衣服，打算上班穿，然后就去公交站等车。那天的雨特别大，公交车晚点了，我上车后投了币，习惯性的坐在最前面，就是司机侧后方那个单独的座位，我喜欢坐在那里，视野好。车子开上高架桥不久，雨更大了，视线有点模糊。突然，司机师傅毫无征兆的往左边打了一把方向盘，我整个人被甩向右边，吓坏了。几乎就在同时，我看到我们左边车道的一辆黑色小轿车也像失控一样猛地往左偏了一下。哥，你最近还好吗？我有点担心你。没事没事，缓一下就好。哥，你到底……陈先生，我下午去打扫房间，发现芊芊晕倒在客厅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他怎么样？你是陈芊芊的家属？我是他哥哥。病人是突发性心衰，加上情绪波动，引起了应激反应。他原本的心脏功能很脆弱，这次情况比较危险，需要尽快进行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加上后续的靶性药物治疗和康复。费用预估在50万左右，而且不能拖，最好1周内决定。50万，这么多？好的，医生，我来想办法。先去办住院手续吧。新客户资料已发加密邮箱，预付款20万，完成后结清尾款30万，接不接？我接。宋秘书，吴先生那边的方案已经安排下去了，下周可以开始第1阶段的干预。另外，基金会下一季的资助还请您多费心。很快到位。今天我们聊聊你从被送去整容到最终出现在医院这之间的经历。按照你的记忆，具体发生了什么？车祸后，我被押送去精神病院的路上，车被截停了。来的人有2波，一波说是我父亲徐振邦派来救我的，另一方什么也没说，直接上来就要抓我。我父亲那边的人打退了他们和警察，然后把我带到了一间地下诊所。在诊所呢？他们说给我整容后送去国外，在国外重新开始，然后就给我打了麻药，准备手术。之后我做了一个很长很混乱的噩梦，里面有针、电击，还有人在我耳边说话。等我醒来时，脸上已经缠满了纱布。我还没完全清醒，诊所里突然就冲进来一拨人，和我父亲的那拨人发生了火并，枪声、叫骂声一片混乱。我趁乱扯掉脸上的纱布，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整容后的样子。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就快速取走了监控硬盘，从诊所的后门逃了出去。逃出去之后呢？诊所后门恰好停着一辆旧面包车，钥匙就插在上面。我什么也没想，开车就冲进了雨里。我想去城郊躲起来，但是雨太大了，路又不熟，在旧厂房附近彻底迷了路。我把车停在一条偏僻的路边，把硬盘给弄坏。抬头发现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模糊地看到雨幕里有一个穿着蓝色外卖服、戴着头盔的人骑着电瓶车从对面过来，我拦下了他。他说这一带很偏，但他可以带我一段。然后他在迷宫一样的巷子里拐来拐去，最后停在了一辆厢式货车旁边。接下来的事儿，我的记忆好像就断片了，只闻到过一股很浓的消毒水味儿。在清醒时，已经躺在这间医院的病床上了。徐进，诊所那一晚，整容医生死了，致命伤是颈部中刀，现场留下了一些痕迹，包括你的指纹。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那晚太混乱了，我只想逃走。刀上只有你的指纹。林医生，如果我说我真的不记得，你还信我吗？我需要时间想一想。林医生，时间到了。诊所那一晚，整容医生死了，致命伤是颈部中刀，现场留下了一些痕迹，包括你的指纹。刀上只有你的指纹。人在哪儿？我躲到他身后，是我，不对，是歹徒杀的，我只是想躲开而已。林静说刀上只有我的指纹，不可能，我根本就没碰过那把刀。对，这就是全部经过，我没有碰过刀。阿姨您好，请问这家住户搬走了吗？我是他以前的工友，来找他有点事儿。哎呀，搬走大半年了，走得可急了，家具都没搬完，还是房东自己来收拾的呢。哦，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这个不清楚，好像是白山镇那边，青山村，记不清了。曹队，何广顺的出租屋空了，邻居说他半年前匆匆搬走，可能回了白山镇青山村，能不能查一下他的详细户籍地址？青山村，好，我马上联系当地派出所协查，你自己注意安全。明白。来了，节奏一样。连暂停的时间都一样，是同一个人。插钩1509，这是什么意思？是一个项目的代码吗？白山镇青山村7组22号，这是何广顺的老家地址。照片对得上，左下耳那颗痣也清晰。他去年9月15号注销了市里的居住证，理由是回原籍居住。时间点卡得很准，车祸是9月12号，他3天后就办理了手续走人，
我明天一早就动身，用公司工会慰问退休老师傅的名义过去，先探探口风。我已经联系了当地派出所的老张，他会以走访的名义跟你一起去。我明白。拿到证词，确认公交车被动过手脚，咱们这条线才算接上。路上小心，保持联络。连培训记录都不公示，这合规吗？这至少说明新桥在管理上不太规范。据知情人士透露， CFI 因涉及未经充分知情同意的人体实验，于2011年被调查，2012年解散，相关研究人员被禁止在美国继续从事同类研究。公开系统只能查到李明的基本信息，培训记录、处罚记录都看不到。李维民在美国的那个机构，网上只有一些论坛讨论，说2012年因为伦理问题解散，但没有官方文件。正常，国外这种非官方信息很难核实的。李明的资金流水呢？工程系统显示，新桥2019年因为没保存好咨询记录，被罚过5000块。就这些，资金流向根本查不到，那是银行和税务的数据。你哥哥陈默最近和你有联系吗？我们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我哥他出差了，他说项目比较忙，联系不太方便。哥，你到底在做什么？我说过，这个单不接，风险太大，别再打了。哥，是不是工作上有麻烦？哦，没事，一个难缠的客户，你好好休息，别操心这些。哥，你最近是不是在做什么危险的事儿？我很担心你。芊芊，别胡思乱想，哥没事。可你从来不告诉我你在做什么。等这一切结束，哥带你离开这里。哥，你说你在做科研项目，可为什么你总是不说你在哪里？非紧急情况，别给我打电话。陈小姐，你的心脏瓣膜修复只是暂时稳定，情绪波动、过度劳累都可能诱发心衰，一定要保持平静，按时服药，定期的复查。杨总，这位是吴先生，旁边是他的父亲吴老。吴先生的情况，宋秘书大致介绍过。您涉及的那桩经济案件，目前证据链到什么程度了？警方已经掌握了转账记录和2个证人的初步口供。我的律师说，如果找不到突破口，最多3个月就会移送检察院。我们提供的服务不是法律辩护，而是从认知层面进行干预，通过定向记忆引导和药物辅助，让您在面对审讯时对关键细节产生合理的混淆与自我怀疑。我儿子不能坐牢，你的方法真有把握？吴老，我们处理过更复杂的案例，关键在于时间配合度以及资源。会不会有后遗症啊？所有操作都在安全阈值内，结束以后，您那段时间的记忆会变得模糊，不过这都是短暂的。费用不是问题，但必须绝对保密。当然。陈默，这次的客户是一名大领导，你慎重考虑一下。
想见。掉头，去市人民医院。肺腺癌早期，建议限期手术切除。徐总在村西头，靠近山脚。何广申家是22号，红砖墙，院子里有棵老槐树。谢谢张警官，我以公交公司工会的名义过去，就说代表公司来慰问退休老师傅。行，我在附近转转，有情况你招呼一声。请问是何广顺师傅吗？你是谁啊？啊，何师傅，我是江南龙公交公司工会的，姓王。公司最近在做退休老师傅的回访慰问，听说您回老家了，特意过来看看。进来坐吧。哎，何师傅，您去年走得急，车间里几个老伙计还常念叨您呢。哎，家里添了孙子，老伴儿一个人带不过来，这不就提前回来了。您走之前是不是主要负责636路那批车的保养？何师傅，我今天来是想问去年9月高架桥那起事故，636路出事前最后一次保养是您做的吧？你到底是什么人？何师傅，刹车系统被人动过手脚，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现在主动交代，算你配合调查，还能争取从宽处理。我不知道什么车祸，我就是个修车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有人让你在刹车助力泵的卡扣上做了手脚，先拧松，再伪装成自然脱落。他们给了你多少钱？你怎么知道？是钱了吧？他说让车开起来肉一点，不会出大事儿。他给了我3万块钱，还说事后帮我儿子在城里安排工作。我是真没想到那天雨那么大，会是那么大的事情，死了那么多的人呢。钱老板，全名叫什么？他怎么跟你说的？我只知道他姓钱，别人都叫他钱老板。他一开始让我在保养时对615路车动点手脚，还给了我林师傅的照片。可那天临发车前，636路的老马突然闹肚子，林师傅临时跟他换了班，我就慌了，赶紧给钱老板打电话。他犹豫了一下，说2辆都动吧。我当场就说不干了，他马上说再加3万。我就……高架桥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多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事之后我是吓坏了，第2天还硬着头皮去上班，本来想过几天找个借口辞职的，结果新闻一出来，死了那么多人，我当天下午就收拾东西跑了。这正好这小孙子出生，我就说回家带孙子，再也没回去过。哦，对了，老马当时在场，他肯定非常清楚。何师傅，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时间、地点、
钱老板怎么联系你的？你怎么动的手？一五一十说清楚。哥，你最近还好吗？我有点担心你。没事没事，缓一下就好。哥，你到底……林先生，我下午去打扫房间，发现芊芊晕倒在客厅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他怎么样？你是陈芊芊的家属？我是他哥哥。病人是突发性心衰，加上情绪波动，引起了应激反应。他原本的心脏功能很脆弱，这次情况比较危险，需要尽快进行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加上后续的靶性药物治疗和康复，费用预估在50万左右，而且不能拖，最好1周内决定。50万，这么多？好的，医生，我来想办法。先去办住院手续吧。新客户资料已发加密邮箱，预付款20万，完成后结清尾款30万，接不接？我接。宋秘书，吴先生那边的方案已经安排下去了，下周可以开始第1阶段的干预。另外，基金会下一季的资助还请您多费心。很快到位。杨总，刚得到消息，何广顺被王耀明找到，还带回来了，目前在市刑警队。前几天，王耀明带着当地派出所的人去了他老家，何广顺已经招了，承认是钱锋指使他动的手脚。谁？何广顺被抓了，他已经招了是你指使的，警察很快会通缉你。现在怎么办？立刻离开南疆，我已经安排好了，会有人给你送一笔路费和新的身份证明，走得越远越好，短时间内不要联系任何人。徐总，车准备好了，直接去公司还是？不，去西郊别墅，走绕城高速，避开市区。小金那边有什么新消息？还在安定医院，林静还是正常接触。哪位啊？徐总，是我，钱锋。钱锋，什么事？徐总，我被警察通缉了，说我杀人，我是被栽赃的，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只要您帮我离开南疆，给我一笔钱，我保证能回报你。徐总，我凭什么帮你？你现在是通缉犯。徐总，我知道一些事，关于去年高架桥那场车祸，徐静是被陷害的，我手上有东西能证明这一点。您要是帮我，我就把这些交给你；您要是不帮，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别人，或者直接毁了它。到时候您儿子可就永远洗不清了。而且这东西还能让杨冰彻底翻不了身。你现在在哪儿？我不能说。徐总，您要是愿意，明天下午3点，城西老码头仓库去，第3排第2个仓库，就您一个人来。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诈我？哼，您来了就知道。明天下午3点，过时不候。妈的，徐振邦这个老东西竟然报警了！杨总，警察到处在找我，现在怎么办？万一我被抓了？不是让你赶紧走吗？怎么还在这儿？你知不知道全城都在找你？我知道，可现在实在走投无路了，您得帮帮我。听着，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我让人给你送东西过去。
要是最后真被抓了，所有事情都推到李明身上，就说公交车的事是李明指使的，你只是拿钱办事，根本不知道他上面还有人，听明白没有？可李明他没有可是，你现在只能咬死李明，不然还有别的路吗？哼，别忘了你老婆孩子住在哪儿，女儿在哪儿上学，我都清清楚楚。明白了，要走，都是李明让我干的。备受关注的宏远集团高管涉嫌职务侵占案出现新进展。据悉，因关键证人证词出现重大矛盾，且嫌疑人吴某在接受调查期间出现严重精神应激反应，经专业机构鉴定，其目前精神状态不适宜继续接受审讯。检察院已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款已付，新客户资料3天后发你。芊芊，医药费凑够了，可害你受苦的那个人，我绝不会放过。马师傅，我今天来是想核实一下去年9月12号高架桥事故那天的具体情况。这该说的我当时在笔录里都说了。马师傅，你那天开的是615路，跟在636路后面，对吧？是。我因为肚子疼，就跟林师傅换了班，晚几分钟发车。那您应该看得很清楚。现场勘查显示，615路的车头有碰撞痕迹，不是撞护栏，是撞在了那辆黑色轿车的车尾。我当时慌了，是想躲，可能不小心蹭到。马师傅，何广顺已经交代了，他动的不只是636路的刹车，还有您那辆615路。您当时不是不小心蹭到，而是刹车突然失灵，车子往前冲，您控制不住，才撞上了那辆黑色轿车，对吧？我那天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死了那么多人，我要是承认是我的车先撞向徐进的车，我就完了，那些家属会撕了我的。马师傅，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徐进很可能是被栽赃的，而您也是受害者，更是关键证人。是，我的刹车那天是真不对劲儿啊！平常踩下去那很有劲儿，可那天一到桥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怎么踩都停不下来。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往前冲，撞上了那辆黑色的小车。我撞到他的车尾之后，他的车就猛地往前一窜，然后他就撞到了636路的侧面。只见他的车猛打方向盘歪向一边，可我的车停不下来呀，直接撞上了636路。但撞得不重啊，可这636路竟然快速地冲向了护栏。当时就猜，有可能车子坏了，不然不会这样。庆幸的是啊，我的车在最后关头竟然停下来，不然啊，还要死更多的人。马师傅，请把您刚才所说的对着这个再说一遍。虽然这不能保证您完全不被追责，但现在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不只为了徐静，也为了所有死者和他们的家人。好，我说。我看您最近来过几次了，是沈芊芊的家属吧？他这2天状态非常不稳定，你们要是有空，多来陪陪他。他具体哪里不好？倒不是说病情反复，就是总发呆，像在琢磨什么事儿，又像是担心什么人。问他呢，他只说没事儿。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的提醒。芊芊，今天感觉怎么样？前几天我来，护士说你去做检查了。我好多了，谢谢林警官。您这么忙，还老往医院跑。最近正好事情不多，想着多来陪陪你。对了，上次听你说过，你和你哥哥是在国外长大的。小时候在美国念书，妈妈说爸爸很早就一个人。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m 妈妈是独生女，外公外婆也走得早。哥哥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林警官，我最近特别担心哥哥，可他就什么也不跟我说，就是你是发现什么了？经常魂不守舍的，他打电话总会躲到一边去，生怕我听到。还有住院费那么高，可他从来不提钱的事儿，我问他就说解决了。林警官，我好害怕，哥哥是不是去借高利贷了，还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芊芊，别自己吓自己。哥哥那么疼你，就算是为了你，也不会去做违法的事。对哦，哥哥这么疼我，他不会的。林警官，你知道吗？本来出事那天，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第2天就去上班的。我算过，转正之后1个月能有5、6千呢。虽然不多，但至少能给哥哥分担一点。可没想到。你们兄妹俩感情真好。林警官，我不只是怕哥哥做错事儿，我还担心他心里装了太多事，一个人扛不下去。我想帮他分担一些，不想做他的累赘。芊芊，你哥哥为你做的那些事都是他心甘情愿的，他就你这么一个妹妹，你们从小相依为命，你不是他的负担，你是他的支撑，知道吗？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把身体养好，只有你好起来，哥哥才能放心。你这么年轻，将来还要挣钱养哥哥呢。别的事啊，再多想也没用，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好吗？好。人都到齐了，各自汇报近期的调查结果。王耀明，你那边是关键，你先说。我接触了2个直接证人，都有录音佐证，必要时可以出庭作证。第一，公交公司原维修工何广顺，他承认在案发前受钱老板的人指使，对615路和636路2辆公交车的刹车助力泵卡扣做了手脚，收了对方6万块钱。这个钱老板我们已经查实，叫钱锋，正在全力的抓捕。此人非常警觉，可能提前听到风声躲了起来，目前还没抓到。你继续。第二，615路原司机马庆海，他证实，案发当天他因突然肚子疼，跟开636路的林师傅临时换了班，他的车开上高架后，刹车突然失灵，导致他的车先撞上了徐进那辆黑色轿车的车尾。撞击之后，徐进的车失控，这才撞上了旁边的636路公交车。不管谁先撞谁，根源都在于刹车被人动了手脚。这份证词推翻了此前徐进驾车故意撞击公交车导致事故的认定，且与现场痕迹能够相互印证。我已和沈雨晴本人取得联系并核实。第一，他健在，目前定居国外。第二，2015年9月案发期间，他人在国外，有完整的出入境记录证明。第三，就在案发前几天，他确实接到一个冒充国内电商客服的骚扰电话，对方引导他说了几句话，他察觉异常后便挂断了。
此案存在蓄意伪造证据、植入虚假记忆的行为，且第一次植入时间远在案发之前。我这边主要是技术取证和证据固定。第一，王耀明取得的2份证人录音，我已做了降噪增强处理，并验证了原始文件的完整性与时间戳，可作为有效视听的资料使用。第二，对新桥及相关资金流的初步追踪数据已全部归档。第三，我追踪到一个可疑的数据包，一直在尝试破解，但目前没有任何进展。王慧，你全程负责技术监控和取证，已经很辛苦了。大家都别急，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徐进解救出来，再寻找真凶。我从徐进的心理评估和日常观察中发现了2个核心矛盾点。第一，他的个人驾驶习惯是挂空档踩刹车，踩离合刹车。第二，他仍然能对自身记忆的虚假性表现出强烈的困惑和逻辑思辨能力，这不符合他所诊断的重度反社会人格障碍伴妄想的典型临床特征。他目前精神状态稳定，具备配合调查认知的能力。我调查了新桥心理咨询中心及其关联方，发现几处异常。第一，直接接触徐进的李明，其职业资质仅为普通心理咨询师，不具备精神科临床处方权，程序上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第二，新桥近3年收到多笔来自南疆商会慈善基金会的大额匿名捐款，这2者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尚待进一步核实。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栽赃陷害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徐进目前的情况完全符合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我决定立即整理全部材料，正式向检察院提交，提请批准取保候审意见书。明面上，徐振邦的一切高调动作、捐赠、采访、公开喊话等，都是在为申请取保候审造势，吸引注意力。而我们内部这条程序线不走常规流转通道，我会通过可靠路径直报，一个在明，一个在暗，让对方以为我们只会打明牌。我们收集的证据只有在律师手中，通过合法程序递到该递的地方，才能变成撬动案件的杠杆。曹队，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啊？徐进从整容诊所逃走后，是我们找到了他。你们？我、王耀明、赵兴民、方慧，还有江天月和陈默，我们都是公交车案的遇难者家属。我们组建了个群，叫惩戒者。鉴定最后竟然以精神有问题为由，让他可以逃脱制裁。我们恨他。我们找到他之后，把他带到一辆改装过的厢式货车里。带他去干什么？车厢里有一套脑机连接的设备，连接上之后，可以在特定场景下模拟意识循环的虚拟实验，对他进行精神审判。我负责监控他的生理指标，确保他不会真的死掉。我负责看守。你们对他做了什么？我们让他在我们设定的心理场景里一遍一遍的循环。我们把他最可能恐惧的东西做成噩梦。我们以为这是真的，我们以为他在受苦，那些死去的人就能安息。你们这是私刑？多长时间？2天2夜。你们还有什么没说的？后来我发现汉子有问题，我想着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我就决定重新调查。可江天月说他回老家了，陈默一直联系不上。我们惩戒小组之前就有约定，不强求任何人，全凭自愿。陈默他妹妹是唯一的幸存者，伤得很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又说回医院陪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但你们现在做的事，是在纠正一个更大的犯罪。林静，你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吗？知道，你应该把我们都抓起来。抓起来，然后把徐进案的真相也埋了，让真正的凶手继续逍遥。
我当了20年刑警，见过太多案子。有些案子正义来得太晚，有些案子正义永远不会来。你们做的事情是错的，我比谁都清楚。但如果没有你们做的这些事，这个案子可能永远翻不了。我现在没法处理你们，不是因为我不想，是因为我不能。案子还没完，你们几个是关键。等案子结了，曹队，等案子结了，我自首。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先办案，等有机会，你们最好亲自跟徐进解释，求得他的原谅。对了，别忘了带上陈默。我代表振邦集团宣布，向市安定医院捐赠一套国际先进的医疗设备，旨在提升我市精神卫生领域的诊疗水平，希望更多患者能得到科学人性的关怀。徐总，这次捐赠是否跟您儿子徐进正在该院接受治疗有关？作为企业家，回馈社会是责任。作为父亲，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在更好的医疗条件下康复，这两者并不矛盾。周助理，徐总太客气了，你这设备我们申报了几年都没批下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王主任，徐总说了，要最好的设备，用最好的药，一切为了病人。徐总，根据精神卫生法和徐静目前的情况，申请临时假释或转院治疗的法律途径已经梳理清楚。要快，但更要合法合规。明白。徐振邦这次回来架势不小啊，捐赠、见律师、接受采访，全是摆在台面上的。他在给徐进造势，明面上不说，实际肯定是为转院或假释铺路。所以徐进不能离开医院。时间不多了，你准备一下，明天就行动。之前几次都没成，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这次顾不了那么多了。杨总，他现在的用药剂量已经很高，脑电波也有异常，万一他要是被他爹弄出去，就不只是万一了。陈默也是这个意思，1小时前他刚交代过。我们俩这次倒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对了，陈默最近怎么样？经过上次的事儿，他应该能突破心理防线了吧？好多了，应该是想通了，只是对徐进，他还是那么执着。他说一定要除掉徐进，替妹妹报仇。妹妹因为车祸受了太多的苦，千刀万剐都不为过。这可真不能怪我，我的目标可不是636，而是615。怪就只能怪当时陆太华，活该636倒霉。杨总，有句话我一直想问，您跟陈默合作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跟陌生人似的？知识分子的傲娇嘛，我懂，我不跟他计较。那我先走了，明天的事要准备准备。什么？前锋还没找到？废物！加快动作，记住，你们要赶在警察之前，让他永远闭嘴。数据包已发你邮箱，明天下午2点20分，他会因失控发疯而死。孙有成有攻击史，对徐进一直有敌意。明天我安排2人一起。通知您一下，今天下午2点，您和徐进的固定咨询临时取消了。徐进安排去做脑电监测。行，知道了。方慧，有事？我刚刚监测到309室特殊观察室的监控是循环画面，李明刚才登录了设备系统，往309室的2号监护仪上推送了一个文件。能试着用技术破解循环监控吗？这需要时间。对了，你下午不是有咨询吗？你找个借口去看看呗。半个小时之前行政部通知，咨询临时取消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需要尽快去核实一下。我马上过去。黄主任，
请帮忙确认一下徐静临时取消咨询的原因，我找他有急事，请再帮忙确认一下徐静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谢谢，我马上到医院。放开我，我可没病，是你们有病。徐静，你需要镇静。你提到一只纤细的像女人的手，黎明的手感觉很熟悉，但他现在天天戴着医用手套，我不能确定。我小时候总是在梦见，或者说看见一只纤细的女人的手。是你，原来是你，我认得这只手。医生，你在做什么？应急高效镇静剂，病人情绪失控，必须立刻处理。李医生，有话好说，先放开病人。李医生，你也冷静一下。王主任，徐静的脑电波显示异常高频脉冲，这根本不是自发性情绪波动的特征。李医生未经会诊，没有医嘱，擅自使用不明药物，这不合规。林医生，你是心理医生，不是神经科医师。病人的突发状况，我有权紧急处理。李医生，就算是紧急处理，也该先通知值班医护共同判断了。你一个人操作，确实不合流程啊。徐静，看着我，你怎么样？先把病人送回病房观察。李医生，林医生，来我办公室。杨总，林静当场撞破我今天的行动，那里我待不下去了。徐静好像也认出我了。别急，说说看你做了什么。林长，你是心理医生，我是神经科医师，病人多夸我有权紧急处理。这算什么？正常的治疗而已。你继续去上班，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做内应。你放心，我们给医院捐了那么多东西，他们不会追究此事的。本院现已收到公安机关提交的补充侦查情况说明及相关附件，新证据主要包括：一、原公交公司维修工何广顺的证言及录音，正是其受在逃人员前锋指使，对案发公交车的刹车系统实施了破坏。二、原615路公交车司机马庆海的证言及录音，正是案发时其驾驶车辆刹车系统同样出现异常，导致其车辆与被告人徐进所驾车辆发生碰撞，该事实由道路监控片段证实。三、被告人前锋别发及出公诉案件之成立10万人民，案件背景出现重大变。四、关键证实基本人于2011年9月不在国内，且曾接到报客服骚扰电话，声音样本被曝光。综上，本案事实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原审认定被告人徐进故意制造事故的证据链存在合理怀疑，且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8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对被告人徐进取保候审。本案由机关继续补充侦查。取保期间，请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后续调查。案子还没完。我明白，曹队，谢谢。先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当初你让我给某些人施压，尽快给徐进定罪，现在可好了，他被保释了，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要不是我鞍前马后的给领导服务这么多年，这次肯定玩完。宋秘书，我知道他们在动作，可没想到这么快。我当时也是为了竞争城东的那个项目才出此下策。哼，你就是太心急了。你知道当时查得多严吗？我得低调，何况最后我不是也帮你捡到了一些油水大的项目做吗？还好阴差阳错的你把事搞砸了，不然你就捅大娄子了。我前2天才听说，那个张同志的身份是你我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人家这上面要培养的年轻领导，下来积攒经历的，你倒好，哼，差点让人家体验一场车祸。中标单位振邦集团。我当时以为张同志只是普通的小领导，哎，都怪我，那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城东项目被徐振邦抢走的事情，魔怔了。可我爸当年帮过那个姓徐的，他转头就把我踢开。你呀，就是太把上一辈的交情当回事了。不过还好，咱们的业务链啊没被他们发现，这多亏了您之前有先见之明，一直坚持单线联系，规避了很多风险呢。哼，行了，别拍马屁了。这次来是跟你谈一个新业务的。我说老杨，有病就赶紧治，咱们的合作来日方长啊。癌症药物，这个老家伙生命竟然瞒着我，哼，8成是活不长了。看来我得早做打算了。踢开杨斌这个中间人也未尝不可。这一批截获的文件还是老样子，所有常规方法都试过了，撬不开呀。等等，李维民，这个名字我见过。徐静，真正的加密不是藏在算法里，而是藏在习惯里。比如我的生日是19551023，但我不会直接用它，我会把它变成出生年加上我最喜欢的质数，再乘以第一本出版物的页码。那别人怎么猜？这不是用来防猜的，是用来防忘的。只有知道我思考路径的人才能破解啊。方慧，把这些文件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调出来。李维民有个习惯，他的编号里藏着日期，比如 XJ-19-09，很有可能是第15号项目的第9次干预。那密钥呢？他习惯用一个私人纪念日做偏移量，表格里他的生日是1955年10月23日。试试这个，每位数加1，得到43934。这些都是被他干预过的人。草队来消息，前锋抓到了，正在审。何广顺的证词、通话记录、银行转账凭证，还有张强尸体上的生物痕迹。前锋，你涉嫌指使他人破坏公共交通工具，危害公共安全，以及故意杀人，证据链完整。说说吧，去年9月12号高架桥事故，你是怎么让何广顺去动6路公交车手脚的？张强又是怎么死的？是李明让我做的。李明？说具体。去年大概8月底，李明找到我，他说有笔生意让我找信得过的老师傅，在车上动点手脚，让刹车软一点，出个小事故就行。他给了我10万块钱，说是定金，事成之后再给20万。他为什么找你？你怎么认识李明的？我以前在工地管材料，李明说看我办事利索，才找我。李明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出事后他就联系不上了。他以前待的地方是新桥心理咨询中心。李明，现在想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宋秘书，你找我有什么指教？我最近感觉苗头不太对，就躲了起来。你的感觉是对的。刚收到内部消息，前锋被抓，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了。哼，我才是杨斌让他这么说的。杨斌，亏我平时对他唯命是从，全是看在我养父的面子上。杨斌现在是个废人，保不住你，也保不住任何人。
但我可以。宋秘书的意思是？医生，我妹妹怎么样？病人家属，我们尽力了。哥，我找到实习工作了，以后我养你。曹队，我要是现在说，能算主动交代吗？那要看你说什么。是杨冰，是他让我这么做的。杨冰？对，杨冰，方兴集团的老板，他想要对付徐振邦，顺便给一个姓张的人一点颜色看看。何广顺是你找的？是，当天值班的师傅，我给了他3万，让他把刹车弄松点儿，别出大事。可何广顺说，你让他对2辆车都动了手脚，636路和615路，为什么？636路的司机，事后我才知道他叫林卫国。认识？不认识，但我恨他。不认识，但我恨他。我刚来南疆那年，身上1分钱都没有，饿了2天，实在没办法，开始在公交车上偷钱包。那个姓林的在监控里看到了，非要报警。我在看守所待了5天，罚了200块。我当时连饭都吃不上，哪儿来的钱？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也是巧了，前几天杨冰说要动公交车，我看到了那个姓林的是司机，那就连他一块儿吧，反正都是送刹车，2辆和1辆有什么区别？你知道你刚才这几句话就让17个人无故丧生了吗？你这是蓄意谋杀！前锋改口了，要的是杨冰，警方很快会动他。杨总，我想通了，我妹妹走了，我没什么可牵挂的了。沉默。今天方便见一面吗？新桥，有些技术细节想当面和你确认。好，几点？现在。所有研究资料都在你之前见过的那个加密分区里，密码是芊芊的生日。这么晚叫我过来，就为了看设备？这套系统我做了全面升级。升级？以前只能做意识干预，现在加入了生物反馈模块，对生理机能也有调节作用。理论上，对癌症患者能起到辅助治疗效果。咱们之前那些业务都是利用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但那些都是对外的，这套升级版是对内的，可以帮人从心理层面战胜疾病。杨总最近身体不太好，要不要试试？躺上去感受一下，顺便帮我验证几个新参数，以后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进军医疗领域，不用总是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用户群体数和利润绝对非常可观。用户群体数和利润绝对非常可观。行啊。放松，很快。沉默，你干什么？这套系统徐静体验过，现在轮到你了。沉默，你疯了吗？放开我！曹队，技术科追踪到杨冰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这附近。搜。叫救护车。沉默，你被捕了。我妹妹走了，
他在那辆车上。杨斌，咱认了吧。医生说你那边没多少时间了，你还要扛到什么时候？我不求别的，就求你给我和孩子留条活路。沉默。XC07号客户的记忆干预方案，署名是你，解释一下。是 XC07， 吴某某，需求是杨斌给的，方案是我做的，也是我执行的，用的是李维民生前留下的认知干扰与巩固模型。他5年前心梗去世，留下的研究资料和半成品方案都在我这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杨斌工作的？你跟李维民什么关系？李维民是我亲生父亲，我和妹妹随母姓。李维民去世后，杨斌需要有人继续提供技术服务，他找到了我，而且我父亲去世前，跟杨斌也推荐了我。李维民是个科研狂人，因为他的研究还没有完成，希望我接着做他的工作。李明在中间是什么角色？新桥明面上的经营者是李明，他处理日常咨询业务。他之前所有的行为都是我和我父亲指使他做的。他对我父亲非常忠诚，听他说，父亲曾经救过他的命。已有确凿证据证明，你们还接了一些特殊需求的客户，那客户来源呢？不知道，杨斌不会透露。所以，你接手了你父亲所有的研究，包括那些更激进的实验。我父亲痴迷于研究高抗性个体的意识干预，他的资料里有几个长期追踪的样本，徐进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他大脑的防御和重构机制异于常人，是我父亲理论的最佳验证对象。徐进的案子，你具体参与哪些部分？从他被押送到精神病院的途中逃跑之后，我和林静、赵兴林、方慧他们都以为徐进是凶手。我们对他用了那个循环试验，我们当时恨他入骨，想用私刑让他认罪。我提供了一个意识循环模拟系统，核心交互的逻辑就是我们那些特殊业务使用的同套原理。后来我妹妹需要医药费，我实在走投无路，就敲诈了徐进一笔钱，被徐振邦发现，我不得已出卖了大家。警方救走徐进后，我没脸再见他们，但我还是要为我妹妹报仇，干掉徐进。可由于徐进身边一直有很严密的保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包括杨斌和李明都很难再直接接触到徐进。徐振邦把他儿子保护得非常好，安插了很多人。徐振邦出国之后，对徐进这边的直接管控就松动了，就是那个时候才找到了突破口。通过杨斌的南疆商会慈善基金会向精神病院的捐赠，安插李明成为顾问。所以你后来继续跟杨斌合作，是出于被迫？哼，一部分是，另一部分我需要钱。刚开始我只接基础的，不直接伤人的普通业务。我知道这很虚伪，但我自以为自己至少想守住这条线。你是因为钱才深入介入的？XC07号客户的记忆干预方案以及后面的一些案例。是，我妹妹芊芊旧病复发，急需医药费。不过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你们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应该恨你们，对吧？徐锦，对不起，我们做的事是错的，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错的。这个案子彻底结了，我回去自首。我不需要你自首，